欢迎来到月下传说馆，我是你的讲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神秘的都市传说。今晚的故事，准备好了吗？你听过关于不能拍照的路标的传闻吗？在某些偏僻的小路旁，有一个不起眼的路标，乍看之下，它和普通的路标并无二致。但如果有人试图对它拍照，照片中的自己将会诡异地消失。没人知道这路标的由来，也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它具有这样的力量。但它的故事却在人群中悄然流传。不能拍照的路标，据说出现在一条名为沉寂之路的乡间小道上。这条小路极其偏僻，两旁是浓密的树林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上，营造出一种既静谧又诡异的氛围。路的尽头是一片废弃的村庄，而那块路标就立在村庄入口处。当地人相信，这块路标立在那里是为了警告万人不要进入村庄。据传，这片村庄曾经发生过一场无法解释的集体失踪事件。几十年前，整个村庄的居民在一天之内神秘消失，只留下散落的物品和吃了一半的饭菜。后来，有人试图重新定居，但都会在短时间内失踪得无影无踪。于是，村庄被彻底废弃，那块路标也成了唯一的标志物。奇怪的是，任何对着路标拍照的人，都会发现照片中的自己不翼而飞。无论是手机、相机还是监控设备，所有的记录中都只有空荡荡的背景，拍摄者的身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。而拍照者本人则常常陷入噩梦，梦中似乎有无数双手将他们拖入黑暗，甚至有人因此精神崩溃。一名职业摄影师埃里克因听说这个传闻，决定亲自前往调查。他带着自己的高端设备，满怀信心地来到沉寂之路，找到了那块神秘的路标。埃里克仔细观察，这路标看似普通，表面写着前方危险，请勿进入。虽然有些斑驳，但没有特别诡异的地方。他按下快门，拍了几张照片。然而，当他检查屏幕时，却发现照片中的自己不见了。他觉得这可能是设备出了问题，于是换了另一台相机，甚至使用了无人机。但无论他怎么拍，结果都一样，照片中从没有他的身影。当晚，埃里克回到家后开始做噩梦。他梦见自己站在路标旁，周围的树林变得扭曲，一群没有面孔的村民围着他，低语着他听不懂的话。他猛然惊醒，却发现手腕上多了一道深深的抓痕。他再也不敢踏足那片区域，甚至卖掉了所有摄影设备。几年后，一支由7人组成的都市探险团决定挑战这个路标。他们带着探险工具和摄像设备，甚至进行了直播。他们用无人机拍摄了路标，记录了团队合影。然而，在路标前的合影中，屏幕上只有空旷的树林，所有人的身影都不见了。队员们开始感到不安，但决定继续深入废弃村庄。他们在直播中向观众展示了村庄的破败景象，但没过多久，直播突然中断，再也没有恢复。几天后，警方找到了他们的设备，散落在村庄的各处，但7个人却像蒸发了一样，再无踪迹。关于路标的诡异力量，有不同的传说和解释。一些人认为，路标是村庄亡灵设置的守护物，对着它拍照，就会触怒那些尚未安息的灵魂。拍照者的身影被抹去，象征着他们即将成为灵界的一员。还有一些大胆的猜测认为，路标可能位于某种时空裂隙之中，拍照时，光线和物质的反射发生异常，
导致相机无法记录某些特定的人类形象。更多迷信的村民则坚信，这路标是为了保护人们不受村庄诅咒影响。任何企图留下影像的人都会触发诅咒，被迫面对过去的错误或无法逃离的命运。不能拍照的路标至今依然存在，但它的具体位置无人知晓。有些人说它已经被政府移走，有些人则声称它会随机出现在不同的地方，只为寻找新的目标。如果有一天你站在那块神秘的路标前，会选择拍下它的照片，还是默默转身离去？今天的传说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月下继续相伴。